那么早就要开始期待 iPhone 16了吗？到不用练，那我们现在有一些关于 iPhone 16的消息，也是很多观众想要知道的，因为好像对于现在的 iPhone 15系列有点担心，那么我想说是不是再等1年呢？那我们就把现在所有外媒爆料的消息，让我们来做一个总结。那其实 iPhone 16的消息，我们应该3个月前就有讲过一些。那现在关于 iPhone 16又有更多细节的规格，那我们就来讲。那同时我们今天也会分享一些其他的科技新闻。那我们直接开始吧。好啦，我们频道终于要将近40万订阅了，然后我们也在想说，这次40万订阅应该做个比较大的活动，应该说送一些东西给长期支持我们的观众。那我们在想要送什么呢？是送 iPhone 15呢，还是你们大家有什么想法，或者说有几个不一样的产品，我们可以分等级来做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活动，算是一个庆祝。那如果你们不想错过这个抽到大奖的机会，就一定要订阅频道，然后帮我们影片按赞，同时在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说，你想要抽到的是什么产品。那我们再来一起做整理，然后在我们到40万订阅的时候，我们现在也会非常多支影片，然后慢慢去公布结果。好啦，那大家有什么想法就快点留言起来吧。好，首先徕卡又推出了一台拍立得相机，那这个 Sophor 2呢是跟先前那台有点不太一样，上次推出那个第一代，它用的是 Instax Mini 的底片，那这台虽然也是一样，但是它整体操作的逻辑啊，还有使用的思维都不太一样。上一台呢是直接用镜头，你按下拍摄之后，它就会列印那张照片出来，那所以你列印出来的照片就是那一颗镜头当下拍到。那现在这一台 Sophor 2呢，它可以做到的就有点像是富士的 Instax Mini Evo， 它像是一台数位相机，同时也是一台 Instax 的印表机，它可以用里面的数位相机拍照。那拍完之后，你不用马上决定列印，你可以在里面做一些调整，做一些筛选，上一些滤镜之后再列印。那甚至你也可以用你其他相机、手机拍摄到的东西呢，把它转到这一台徕卡相机上面，然后在上面再去做列印。所以整体来讲，对一般人而言，泛用性会更广啦。那大家知道，我最近才刚买一台拍立得新出的相机，然后也才刚做开箱，然后那台很贵，然后现在马上徕卡又跟着出来，所以Techtober 真的是 Techtober 啊！10月所有不管是手机、相机，连这些拍立得都赶在这个时候推出，然后现在徕卡也跟着出一台，我看着真的心很痒。好，那下一个我们就直接来讲 iPhone 16现在最新的消息哦。那其实我们3个月前有讲过，那这个也是郭明錤分析师所分析出来的。那其实不止他们啊，像 Twitter 的爆料神人 Ross Young 也常会分享一些消息。那首先就在机身的尺寸啊，尤其是在 Pro 系列上面，16 Pro 跟16 Pro Max 他们的机身会稍微加大一点。那这个就像先前谣传出来的那个设计图啊，这个萤幕感觉起来向上增加的地方比较多，可左右也会稍微宽一点。那就在 iPhone 16 Pro 呢，会有将近 6.3 寸的萤幕，而 iPhone 16 Pro Max 呢，会有一个将近 6.9 寸的萤幕。那这样带来的就是它机身尺寸也会跟着变大嘛。所以我们现在想回来说，15系列换成钛合金，其实在下一代16系列，在萤幕尺寸在增大的时候，这个钛合金重量减轻，那个时候就会更有感。那16 Pro 系列呢，它的高度增加稍微是3公里左右，那它的宽度是增加将近1公里，所以这个整体手感上面应该是还好，重量上面可能增加稍微7克，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那在16 Pro Max 上面呢，它的高度也是增加差不多3公里，然后它的宽度呢增加将近1公里，那整体重量他们现在预估是稍微多了4克，那这个就是只有在 Pro 系列上面的改变。那如果在数字系列像是16还有16 Plus 的话，整体尺寸会跟现在目前的15跟15 Plus 差不多相当。那下一个他们提到就是萤幕，那萤幕的亮度可能整体会变亮。那我们也看到现在 Pixel 新推出来，他们可能最高的亮度到2400尼特。那现在这个消息的讲法是，他们 OLED 的萤幕会使用微透镜技术，那他们可以利用减少内部的反射的方式来提高它萤幕整体亮度，同时也不会增加耗电，所以就是会有一个比现在更亮的萤幕。那在萤幕更新率的部分呢，在 Pro 系列应该还是维持120Hz 的 ProMotion， 可是这边有一个消息讲出来，它可能在16数字系列上面也增加120Hz 的更新率，但是在水显萤幕上面可能就会在这边做个区隔，更高的更新率，但是同时把这个水显萤幕拔掉，保留在 Pro 系列上面。那我个人是希望可能明年从中阶机开始，至少120Hz 这个萤幕都会变成主流。那在下一个讲到的就是他们 Face ID 会不会隐藏在动态岛下面齁？那据我了解啦，其实动态岛到现在才第2个世代，那会不会到第3年就变成隐藏在萤幕下面？那其实以现在的技术看来，如果要放进这样的隐藏式的萤幕，把动态岛藏起来，应该是办得到。但是我们同时也要去想，这样萤幕显示的技术，以苹果所需要的量，可能光第一季的出货就是1000万台来讲，有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产能，然后维持它的良率？那这边当然有几个不同消息来源的讲法，可是应该他们觉得说最早会在明年，但是比较有可能看到的可能会在2025年。那我自己个人的看法也是比较相近这一点啦。那如果在那个时候呢，可以把动态岛隐藏起来的话，那个时候的动态岛
我觉得它的变化性、可用性会更广，因为平常它显示荧幕的时候就不会再受限于中间那个打孔的地方不能显示，那可能它资讯可以显示更多，或不用像现在它可能要是向外扩或变大来显示一些东西，但我个人觉得可能不会那么快。好，那再来就是相机的部分，是我个人最期待的地方。那像目前的讲法呢，是说他们3颗镜头可能从超广角开始，他们也会升级到4800万画素，那同时也会运用他们现在在主镜头上面这个 pixel banding 的方式啊，也可以用这种融合的方式，同时拍下4800万，然后再拍下一个1200万的画素，然后用这样融合让它展现出更多的细节。那可能就这3颗镜头，你用哪一颗镜头去拍，都能给你一个2400万画素的照片。同时换到这样，其实还有非常多好处啊。你录影在切换的时候啊，你同时你在超广角在向内慢慢在缩到主镜头的时候，这是0.5倍到1倍之间的这个阶段，至少在光线好的时候，它画质的减损可以缩到最小。但是呢，现在看起来，如果主镜头还是维持4800万画素的感光元件的情况下，那你一样1倍到可能5倍、4.9倍之间后，那至少录影的时候，画质的减损还是会更加的明显。但是这个5倍镜如果也一起用上4800万画素的感光元件的话，那我觉得它在缩放的比例，必须说啦，现在这个15 Pro Max 它的5倍镜头，我知道外面褒贬不一，那至少以我自己使用上来后，我觉得它对比很多其他厂牌，不管是5倍镜或10倍镜来讲，我觉得以1200万画素，然后一颗只有5倍焦距的镜头来讲，我觉得它的表现算不错。那虽然它很多时候噪点没有刻意去处理，可是我反而比较喜欢这样，因为如果在光源不好的时候啊，你又在拉长的时候，它又在做噪点处理再去抹的话，那整张照片呈现出来的样子可能反而不会是我更喜欢的。可我觉得这个蛮个人的，每个人习惯的风格跟喜欢的风格都不太一样。但这3颗镜头的变动如果一次在 Pro 系列上面升到这个等级的话，那我会非常期待，不管是长焦镜或者是超广角镜头上面画质的进步。那以后就比较不会说你要切换到超广角的时候就觉得说，它是一个比较劣质的，就一定要感觉到它的画质崩坏。那同时呢，全部都能一并给你2400万画素的照片档案。那这部分喜欢拍照的人，事后要再去做裁切，也会有更多选择。那另外就是他们开启这个 Pro 的这个拍照的模式，那同时你可能在超广角，你也可以用4800万，然后在长焦你也可以用4800万的话，那这个可玩性会再更高一点。好，那关于 iPhone 16，其实他们还有非常多其他细节规格的消息，可我觉得目前就是几个我觉得比较大的重点，我比较在意的就是这几点。那大家关于这些有什么想要一起讨论啊，或是有其他问题想要问的话，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咯。好，我们赶快插播一下，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目前 iPhone 15 Pro 系列这些更新发热的状况，因为很多观众在询问。那我们群组现在虽然开了2个，但是一个是比较针对相机，那另外一个也已经满了，所以很多人也进不来。那我想说是不是要一直在开，因为开了如果不同群组也不能互相沟通，那我就快点跟大家更新一下。那首先2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在更新到 17.0.3 之后，就像先前讲的，虽然很多人一开始回报都说有进步或者说整体的这个使用体验，如果莫名发热的程度是比较少，那尤其是跟一些 App 相关的情况下，可是同时现在越来越多人也开始讲说他们还是有第一续航力没有那么好，那第二就是发热的这个问题也还是存在。可是这个并不是绝对性，也不是很多人都有，可是就是都是有人会碰到这样的问题。那再来就是很多人观众在问我说，因为他们都知道追踪我的 IG 知道我更新到 Beta 3了，那我 Beta 3这几天来或1个星期多的体验怎么样？那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上礼拜是放连假，连假之后其实那个周末我也是都有出去外面拍照，有录影有做了使用相机非常多的时间。那我自己的感觉是觉得它好像没有那么热了，但是后来有观众跟我讲说，最近天气是变比较凉了，所以是不是真的在同样的使用状况比较热？因为其实真的这个温度差蛮多嘛，因为我们像上礼拜周末出去的时候，一般外面的室温，尤其当我们到山上去拍照的时候，那个很多人都还穿外套、穿长袖，就是其实算蛮凉的情况下，大概20度出头而已。所以当然在那种情况下，我就算拍摄 ProRes、拍摄 Log 或者一直去拍照，它真的也不会感觉到热，因为毕竟就是天气还蛮冷的。但是我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把它在我摄影棚里面做测试，然后做发热的测试。那这种情况下，我自己测试到了它的温度升高的程度，跟14 Pro Max 比起来，它还是比较高。所以在同样是可以控制的情况下，都是25、26度的室温的情况，它还是比14 Pro Max 热到3度左右。而且我就是录5分钟、6分钟而已，它就还是热了3度。这样换到 Beta 3，我只能说初步跟你讲，我们现在测试到的结果跟先前都是一样，至少在使用相机的情况下。可是还是有好消息，就是你平常在使用的时候，就像我们先前认为的 iOS 背景的那个 bug， 觉得在 17.0.3 就有解决掉蛮大的部分。那在我 Beta 3的时候，我感觉也有比较好。但续航力这一点，我还是要跟大家说，我除了第1-2天有觉得比较好的情况下，然后再来也是觉得续航力并不怎么好。那这个情况也是很多观众群组里面有回报的，就是他们感觉续航力的这个部分还是没有
这么的理想。那这个我觉得就是问题比较难去抓到的地方，我们不太知道到底是哪一个问题造成，或是哪一个 App 造成。那有些观众甚至用不一样的 App 会造成不一样发热问题，可是有些观众用一样的 App 就没有这个问题。那这个我们就很难去过滤跟区分说到底是什么造成的。所以我只能说到目前这个阶段为止，回报发热的问题还是有。那我自己本身碰到的一般 App 使用发热的程度有比较少，但是我最在意的相机还是一样热。那再来就是续航力还是不算好。那再来我也会在1个月心得里面谈更多这个部分，这个就是很快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想知道这个更新啊、Beta 3啊，或 17.0.3 群组里面大家怎么分享，这边快点跟大家讲一下。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再见，拜。